埋葬在这个陵墓里的是一位地位非常显赫的女人。她幼年入宫，14岁成为皇后，25岁成为皇太后。她抚养了2任皇帝，并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走向。她就是北魏著名的文成文明皇后冯氏。冯氏出身于北燕皇族，其父冯朗是北燕昭成帝冯弘之子，因北燕内乱投降北魏，被封秦雍2州刺史、西城郡公，坐镇长安，生下女儿冯氏。后来因罪被杀，女儿冯氏冲入北魏掖庭。幸好冯氏的姑母是北魏太武帝拓跋道的左昭仪，地位仅次于皇后。这个姑母对冯氏细心照料抚养，14岁时选为贵人，嫁给北魏文成皇帝，后来成为皇后。北魏为避免外戚干政，实行子贵母死的祖制，即皇后嫔妃所生皇子如果被立为太子，其生母要被处死。北魏献文帝和孝文帝生母都因为子贵母死制度而被处死，父子2任帝王便由冯太后抚养。献文帝因为不满冯太后专权，豢养宠男，设计杀死了冯太后的情人，因此被冯太后毒死。孝文帝元宏是献文帝长子，与冯太后关系甚笃。在冯太后去世后，进一步深化北魏的汉化改革，这都是受冯太后深刻的影响。这座陵墓叫做方山永固陵，位于方山顶而得名。该陵建于公元481年，公元484年建成。除冯太后的永固陵外，不远处还有一座叫做万年堂的异冢，是孝文帝打算100年后永世陪伴在冯太后身边而修建的陵墓。后来由于迁都洛阳，孝文帝葬在洛阳长陵，此陵未启用。冯太后和孝文帝生前都无数次巡幸方山，在此留下了一生中最欢乐的时光。冯太后曾在此与群臣宴饮，并亲自作歌，孝文帝带领群臣歌舞合唱，那欢乐的情景让人产生无限遐想。为了留住一生中短暂难以忘怀的欢乐，冯太后决定100年后葬于此。冯太后一生中主持的大型建筑还有远在三燕国都龙城的思燕佛图，今辽宁省朝阳市，那是她的故国。还有位于长安的文宣王庙，那是她出生的地方，有她儿时的记忆。这是一个身份显赫的女人在世上留下的全部记忆，如今几乎荡然无存。方山永固陵历史上曾3次被盗，第一次是在金正隆年间，大约公元1160年前后；第二次大约在几十年后，连墓室地砖都被挖走了；第3次是光绪年间，盗墓贼不想走空，便把前辈们留下的用具也带走了，也算是顺手为冯太后打扫了墓室。方山永固陵现在仅剩一座地宫入口的拱券，上面有珍稀的北魏时期的雕刻，是罕有的北魏时期的文化遗存，现在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。据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里的记载，
北魏时期的方山景致庄严肃雅，玉河水穿流过方山南，山顶有冯太后陵，冯太后陵东北是孝文帝陵，两陵南侧有永固堂，堂的周围兴布石质的建筑。永固堂前沿的4根石柱是采自洛阳八峰谷的黑石，并在浅浮雕上嵌金银，如若锦缎。永固堂外四周都有立在石座上的青石屏风，上面刻着忠孝故事。庙前有材料精美的石碑，左右两侧柏树森森，飞鸟弥漫在空中，使阳光都暗了下来。院外有思远灵塔，塔的西侧是斋堂，堂外南门有2座石阙，阙外开凿山体，形成御道的阶梯，向下望眼见皎洁如圆镜的灵泉池，池水倒映山川丛林，殿堂庙宇，仿佛水下另有一个世界。我们现在站在这里，完全看不到冯太后君臣怡情的山水，他们合唱的歌谣也早已随风消散了1000余年。他们在这苍茫的天地间所感悟的人生，已无法向我们述说。